嗨，大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878投资传承，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今天要特别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技术面分析的部分呢，我们如何呢在标股的发动点刚开始动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它。这是我们频道我们在2023年1月6号的时候，那我们在强势股系列的时候就已经有直播方式的时候介绍了士电这家个股，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从播放清单里面找到了一个波动力学的力道 K 棒里面配合这个来看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强势股是怎么抓。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当强势股展开攻击的时候呢，它会在关键位置的部分会打出长红棒，告诉我们说这只标股要发动了。那什么地方是关键位置呢？第一个就是在股价不断创新高的过程中，当它创了前波高这个地方的关键位置，那这一个红棒如果又带大量有效突破的话，就叫做关键 K 棒。那如果说呢，股价本来是一个下跌的走势，当它的股价过了末跌高这个地方呢，也是用长红棒带大量突破的话，这叫做由空翻多。那有的时候股价跌比较深呢，不是跌一个 N， 是跌一个 N 加 N， 那它的末跌高的部分呢，就是在二高，也就是逼迫反弹的部分的地方。那它整个股价在反弹的过程之中呢，在没有超过二高之前，我们都把它叫做反弹。然后如果说带长红棒加大量有效的站上末跌高的话，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做由空翻多，也就是说整个行情是怎么从反弹变成回升了所以大家注意三个关键位置，创新高的位置过末跌高的位置，过波段高的位置，这个地方都容易出现关键 K 棒。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士电这张图，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图形是从1987年它挂牌的然后一支呢，它就挂牌以后没多久它就往下跌，所以你看它就跌了1D、2D、3D、4D， 也就是说大概在2001年它就修正完毕了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起涨原点，起涨原点之后呢，它就攻了所谓的一高二高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在2022年它的走势就转强了到2023年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在突破前波高的时候，它出现我跟大家讲的什么所谓的关键 K 棒，对不对？它是带大量长红棒突破前高，然后我们往底下看它的成交量是不是出来了，就符合我们什么带大量突破，所以造就了士电这个月线呢，就是一路往上冲，形成了什么45度的标股。那一般人呢遇到这种股票的时候都会非常害怕，手上有持股的人呢就会想赶快把它卖掉因为他觉得涨了这么多。那手上没有持股的人又想介入，可是股价又这么强，那我到底该不该做一个介入的动作呢？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去参考我刚刚讲的我们播放清单里面的所谓的力道 K 棒里面，就会教大家怎么去利用每一个长红棒，它会去分上下颈线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比如说我第一根长红棒出现了，当我第二根再出现的时候，如果带量又突破所谓的上颈线的部分，那就是一个切入点。那如果拉回的时候到下颈线不破的话，也是一个切进点。OK， 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很多投资人每次在878投资传承就是固定大概在礼拜天左右的时候上片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个疑惑，因为有时候我们上片的时候，这只股价可能是刚好往上涨，然后有的时候刚好往下跌，然后投资人这个地方就会觉得有很多疑问，他会说，为什么跌了你还要把这个片子推出来呢？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878想传达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告诉大家说如何正确的选股。所以我们从选股完以后会去拜访上市公司，然后回来会写研究报告，接下去我们会有前置的过程也会录影，然后接下去还有后置的过程。那后置单位要把 Judy 所录制的影片，就是说用一集的方式播出去，或者说他会把它切成
2级，或者甚至3级出去，我自己都不是很知道，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知道说我所录制的影片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来。不过我们约大概抓的话，大概会有1季时间的落差。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想传达的是长期正确的投资逻辑。那股价自己它会有它的循环的周期，如果大家不懂的话，可以就是说去看我们前面讲的 N 型理论做定位。所以说因为我们选了一个长期的股票，不论我们推出来的时点股价或是上涨或是下跌的话，只要你学过 N 型理论，那你就可以找到定位点。比如说我们推出来的时间它刚好在下跌的时候，您不用惊慌，你应该是正确的用我们教你的方法把 N 型画出来。那接下去呢，你就把它的高点跟低点找出来，在1/2的位置在什么地方。那在下跌的过程中，你就可以切到日线图上去算它的1D、2D、3D、4D。那 4D 的地方是不是接近我们所谓的1/2的地方，量有没有缩？那如果有缩的话呢，你这个地方就可以去做一个试单的动作。那同样的道理，在我们推出来的股票，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市电，那它45度已经做一个发动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如何操作的话，那你们大家就可以去看播放清单里面所谓的力道 K 棒，它有教你说在长红棒的时候会有所谓的上颈线跟下颈线。那在跌到下颈线的时候，如果量缩手支撑的时候，你可以在下颈线的部分去介入它。到了上颈线的部分，如果出现止跌 K 棒，就可以先出。可是在上颈线的部分，如果是大量长红棒突破的话，代表什么？它还要继续呈现45度的上涨。所以你学会了 N 型理论波动力学以后，那你多空就可以灵活操作了。所以我希望我在这边做一个解释，然后大家不要每一次就是我们一上片就把它当成一个名牌，好像这档个股只能涨不能跌没有这回事的哈。那接下去呢既然我们教大家标股如何进场，那我们当然也要告诉大家说标股如何出场呢？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市电，如果各位投资人手上有的话，一定会想说那我在什么时候卖呢？好，那我们就用一个长线的那个方式跟大家讲哈，这就是过去曾经的标股就是宏达电。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候因为智慧型手机它受到竞争对手出来，那所以它这个地方技术落后，就导致于它股价下跌。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它最后一波45度上涨，也是走到市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以长线的月线来看的话，那最后一根长红棒这个地方，如果被长黑跌破的话，那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做一个出场动作。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呢，这些标股它就是变成 N 上加画一个大 N， 变一个 N 上变成一个 N 下。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要先做一个出脱的动作。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做标股的方法就是说，最后一根长红棒这个地方被跌破的时候，那你说具体一定要月线吗？不一定啊。如果你是中线的投资者，你就可以看周线；那如果你是短线的投资者，你可能看日线。只是说你时间越短的话，你的准确性就没有那么高。可是你如果看比较长期的月线这个地方被跌破的话，那反弹这个地方就要记得要做一个出脱的动作。刚刚是45度下跌了，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是一个盘跌的格式。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以大立光的例子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后一根长红棒被跌破以后有没有就下跌以后它获得支撑以后它反弹，可是它反弹呢再怎么弹这个地方呢它都没有过什么，它当初跌破那个长红棒的那个黑 K 的压力一直在这个地方它都没有破。那接下去呢它在这个地方打完1D 2D， 那2高这个地方呢它也没有效的突破压力区，所以就变成什么下跌 N 型在扩大。好，所以以长线而言，大家一定要记得这种45度标股，当它的最后一根长红棒有效突破的时候，那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获利做一个了结。好，那大家就我们再来看一下市电。刚刚那个市电呢，我是找月线图给大家看。那如果你说我月线图因为最后一根月线的长红棒很长啊，那可能就好几百块了呢，那我要等那最后一根跌完嘛，那你可以先用周线图来切出来看。你看用周线图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它最后的一根红棒这个地方，红棒低点你看到吧，就是它的开盘价这个地方，你把它画出来，当它跌破的时候就是一个获利了结的部分。或者在这个地方已经出现了那个比较多的黑 K 棒这个部分，你要逢高做一个调节也是可以的。好，那这就是一个标股出场的技巧。那
你至于你就会问我说，比如说像这些中间业者，他如果回档的时候，到底会有什么情况呢？那我们之前就有跟大家讲说，股价回档呢，其实就是要看它基本面强弱。如果说它基本面相对比较强的时候，它可能回档的时候只有一撇，那其实中间就一个小 N。那或者说呢，它回档是一个 N， 但是它有守住了1/2，像这些呢都是一个多方式的回档，比较无所谓。但是如果你在回档过程中有跌破1/2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容易什么下跌 N 型再扩大。好，那在市电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 AB 段是呈现一个强势的上攻，所以在它回档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只是拉回有没有守1/2，如果有守1/2的话，就比较容易走成功上涨 N 或者是正常上涨 N 涨，除非呢它公司决策有错误，或者说产业这个地方产生比较大的变化，才会有所谓的失败 N 或关键位置的倒 N 型。 OK， 那下个礼拜呢，我们持续要介绍航任电网的计划，另外一只个股呢就是1504的东元，你要记得收看哦，拜拜。